当着我的面撕烂了那条我女儿最爱的粉色公主裙，扔进垃圾桶时轻描淡写地说这种货色不配穿我们家的颜色。客厅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像是刻意提醒我这个家的空气从我走进来的那一刻就凝固了。3岁的陈小米坐在地毯上玩积木，他小小的手指努力拼出一个不成形的塔，一边咯咯笑，边抬头朝我喊妈妈，你看小米要盖大房子。我弯下腰摸了摸她的头发，真棒，我的小公主。她开心地搂住我，像一只小猫。厨房里传来汤咕嘟咕嘟的声音。是啊，屋子里弥漫着排骨炖莲藕的香味，是我特意为今天准备的陈劲松退休纪念日一家人。难得齐聚，我在锅边调味耳朵，却捕捉到阳台那边传来的一句冷的话，3岁了还整天玩这些没营养的东西是他。许素兰，我没有抬头，只说妈，小米还小吗？玩是他最自然的方式，玩我看是你宠出来的。他嘴角勾起不屑地把晾干的衣服扔到沙发上。我邻居家那男孩2岁半就能背唐诗300首了，你看看他整天就知道画画搭积木。我努力平静，他会背诗啊，昨晚还背了咏鹅给我听，那有啥用？是女孩，她一句话堵得我呼吸发紧。我回头看小米，她似乎听懂了什么，怯生生地躲到我身后，小手抓着我的衣角。我弯腰抱起她，小米，去房间里看看你最喜欢的动画片好不好？她点点头，顺从的让人心疼。我回到厨房，心里像被搅拌器搅动一样翻腾。许素兰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小 M，这我不是没感觉到，但她是亲奶奶啊，为什么眼神里总像在审问，在质疑菜还没出锅？她突然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那是小米满周岁时拍的艺术照。照片里的她穿着粉色小裙子，笑容像春日花朵。这照片是啥时候拍的？她声音阴冷。去年小米周岁的时候在影楼拍的。她盯着照片看了许久，然后目光移到我脸上，这孩子怎么越长越像你？像妈妈不是很正常吗？他冷笑一声哈，可我记得浩然小时候长得像极了劲风，为什么你这孩子一点都不像我们家的人？他的语气仿佛在指责我做错了什么。我嗓子发干，说不出话来。照片上小米确实像我，大眼睛尖下巴，但他的鼻子明明继承了浩然妈妈，眉骨也有几分像我，尽量平静孩子的长相，本来就有可能像妈妈。他没再说什么，却将照片放在茶几上，眼神里写满了怀疑2个字。那天下午，邻居李大娘来串门，看到小米忍不住夸，哎呀，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这眼睛这小脸蛋像个洋娃娃。小米躲在我怀里小声说，谢谢奶奶，礼貌的惹人怜爱。李大娘赞不绝口，跃然，你教的真好。许素兰在一旁冷笑，女孩再好看也没用，早晚是别人家的李大娘。愣了愣，怎么会没用？女孩子贴心，将来还能照顾父母喝呢，也得看是自家人。他丢下这句话走进房间，我一口气堵在胸口，几乎要炸开。我低头看小米，他无辜的大眼睛望着我，似乎在问妈妈，我做错了吗？那一刻，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小米是孙女。傍晚，陈浩然回家，他在银行工作，加班是常态。他脱下外套走到厨房，今天怎么样？小米乖不乖？很乖。我迟疑了一下，只是妈今天说了一些话，又说小米不像咱家人。他猜得准，我点点头。他那思想老旧，你别放在心上，可这话像是有意挑拨。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他说话难听，但小米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就够了。可他不是一般的难听，我轻声说他在怀疑我。他眉头一紧看着我，你觉得？他真的怀疑我没说话，只是用力咬着下唇。第二天早上阳光极好，我为小米穿上了那条他最喜欢的粉色公主裙，2个小辫子扎得整整齐齐。他站在镜子前自转了一圈，妈妈，我是小公主。是啊，我的小公主。我一边帮她整理裙摆，一边笑。我们一家3口准备去公园，走前许素兰出现在门口，去哪儿？人民公园带小米玩一会儿又要花钱，他嘟囔着，整天带他出去也不知道图个啥。浩然不紧不慢地说，妈，天气好出去转转对身体也好。他挥挥手，记得早点回来，晚上你大就来吃饭。在公园里，小米像放飞的小鸟，追蝴蝶，喂鸭子，吃冰淇淋，玩滑梯。浩然守在一旁，眼神柔和。我望着这一幕，心中忽然升起一种矛盾的情绪。如果
嘘，这世界上真有人怀疑这孩子不是他的，他一定第一个冲出来捍卫他，对吧？回家路上，小米看到超市货架上的巧克力，小声问妈妈：“我可以要一个吗？”本想拒绝，但看他眼神那么期盼，还是买了一块。谢谢妈妈，他抱着巧克力乐开了花。晚上陈胜坤来了，饭桌上气氛原本和乐，但当他说这孩子越来越像你，唰妈了，整个餐桌就进了许素兰的脸色，像突然换季寒风刮过。是啊，一点不像我们家的人。胜坤还在笑着，女孩子像妈妈好啊，漂亮。他冷哼一声，漂亮能当饭是吗？小米原本正在乖乖地用小勺子吃饭，听见这话抬起头望了我们一眼，眼神不解。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我知道那一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了。在我们继续之前，请留言告诉我你是从世界的哪个地方观看的，并且一定要订阅，因为明天的故事你绝对不想错过。餐桌上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块，连汤勺落在瓷碗中的声响都显得格外刺耳。陈小米小心翼翼地将小勺子放下，抬起头看看我，又看看坐在一旁的许素兰，眼中写满了困惑与畏惧。我强忍住心中的起伏，微笑着替他擦了擦嘴角的饭粒。小米吃得真好，等下妈妈给你奖励一颗软糖好不好？他点点头，小声说谢谢妈妈。陈胜坤似乎也意识到了气氛的异常，匆忙夹起一筷子青椒炒肉。跃然这道菜做得不错，肉炒得刚好入味。他试图扭转僵局，但那股寒气却挥之不去。许素兰却不依不饶，放下筷子盯着小米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胜坤，你不觉得这孩子的眼睛太大了吗？不像浩然小时候。”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某种意味不明的尖锐。我倒觉得更像我年轻时候邻居家的那个谁。我心跳漏了，一拍嘴里泛起苦涩的味道。他话未说完，却已如针插心头。浩然放下筷子，低声道：“妈吃饭呢，别乱说。”我哪里乱说？他语气升高，我天天看着这孩子，越看越不像我们家人。你小时候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眼睛塌鼻子，哪像他那鼻梁挺的能挂钥匙，眼睛大的像黑葡萄，一点不像你。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涌出。小米已经明显察觉了大人的情绪，悄悄移到我身边，小手紧紧握住我手指。孩子不像爸爸，又怎么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很多孩子隔代遗传，像妈妈也很正常。是啊，是像你。他冷笑，可我从没听说像妈妈能像成这样，连一点我们家的影子都没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不是怀疑，他是根本就不承认小米是这个家的孩子。够了，浩然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妈，小米是我的女儿，这一点没有争议。你确定？他目光带刺，你整天在外面上班，知道他每天干什么？知道他是不是你的空气如同炸裂一般？我几乎听到了自己心脏破碎的声音。胜坤终于坐不住，咳了一声。嫂子，你这话说的也太有点过了吧？许素兰怒目而视，我说错了吗？你看看他，再看看我们家祖宗八代，有谁长这样？我说了3年了，你们一个个都当耳边风。那好，我今天就说清楚，怀疑他不是我们陈家的人。我猛地站起来，声音颤抖。你凭什么？小米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质疑我，就等于质疑整个这个家。你心虚什么？他站起身指着我，你敢发誓小米是浩然的亲生女儿？敢不敢？我哑口无言，不是因为我不敢，而是因为我知道，在他眼中任何誓言都抵不过。他的陈劲峰一直沉默地坐在一旁。这时终于发声，素兰醒了，这事儿别再说了。我不能不说他声音尖锐，我憋了3年了，看着这个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孩子天天喊我奶奶，我就觉得别扭。他喊你奶奶不是因为血缘，是因为他爱你。我的声音已经哽咽，可你呢？你给过他什么回应？小米不懂大人世界的。是啊，真却能感觉到母亲的痛苦。他走到许素兰面前，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奶奶，小米做错了什么？那一瞬间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仿佛连钟表都停止了转动。许素兰看着这个小女孩，嘴角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她的眼神并不是愧疚，而是复杂的让人难以读懂，像是在挣扎着某种信念。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她喃喃地说，你要的真相是毁掉一个家庭的钥匙。我低声道。饭局在混乱和沉默中草草结束。小米已经累了，靠在我肩头睡着，呼吸细微而均匀。我轻轻拍着
他的背眼泪却悄无声息地滴在他头发上。夜里浩然坐在床边一言不发，他握着手机，屏幕上是那张熟悉的照片，小米穿着粉裙子，笑靥如花，你知道吗？他忽然开口，声音低沉，我曾经偷偷带他去过医院。我一阵抬头看着他，什么？就是前段时间你不在家的那个周末，我带他去了市立医院做了个亲子鉴定。他说完，眼神躲避着我的目光，我心口发紧。你也怀疑过我？他摇头，不是怀疑，是我想提前准备好，防止今天这种场面失控。我无法形容自己当下的情绪，是愤怒，是委屈，还是如释重负？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那结果呢？他轻轻将一只牛皮纸信封从抽屉里拿出来，递到我手上。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想等他们自己认错。我颤抖着打开信封，白底黑字一行行，赫然写着鉴定结论，支持陈浩然为程小米的生物学父亲。一瞬间，所有的委屈与愤怒化作奔流的泪水。我将信纸紧紧攥在手中。谢谢你，浩然，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他轻轻将我拥入怀中，跃然，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靠，在他肩膀上哽咽的说不出话。这一刻我知道，无论外界如何风雨，我们三人才是真正的家。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小米走出房间，许素兰正坐在客厅，目光空洞。她看了我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我没说话，只是平静地把小米放在沙发上，打开牛皮纸信封，把那张报告放在茶几上。你要的真相在这儿。我转身回房，再也不想看他一眼。茶几上的纸在阳光下微微颤动，像是我们这些年忍耐与悲伤的见证，也像是某种即将崩塌的信仰。茶几上的 DNA 报告像一把刀，锋利无声，却足以斩断所有伪装和自尊。阳光洒在那几行冰冷的文字上，仿佛也带上了刺骨的寒意。许素兰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那份报告，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像是被风吹皱的湖面浮起一圈圈无法平息的涟漪。你早就做了鉴定。他声音嘶哑，是陈浩然站在他对面，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不想解释，我只想告诉你，小米是我女。而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许素兰的手微微颤抖，仿佛连那一张薄薄的纸都重如千斤。她的嘴唇动了几下，却吐不出一个字来。我站在楼梯口看着这一切，心中没有痛快，只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和冷清。曾经以为真相会是破局的利剑，可是当它真正摆上台面，才发现它刺痛的并不是敌人，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盲点与执拗。小米蹦蹦跳跳地从楼上下来，穿着那条刚刚补好的粉色公主裙，裙摆轻盈地在阳光下飘起，像一片云霞。她走到奶奶面前，歪着头，软地问奶奶：“你怎么不说话了？”许素兰抬起头，对上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那一刻，她眼中的防线彻底崩塌。她低下头，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间滑落。我真的以为他哽咽着，声音像被撕裂的纸。我以为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以为你以为的成了你伤害他的理由。我走过去，轻轻将小米抱起来。他才3岁，你的每一个字都成了他童年里最深的阴影。我知道错了。他的声音像风中的细线跃然。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没有接话，只是拍了拍小米的背，轻声说：“小米，我们去厨房看看爸爸在做什么好呀。”他搂着我脖子，笑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当我转身时，余光看到许素兰用力抓住那张 DNA 报告，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又像是抓住了自己最后一点自尊。厨房里，陈浩然正在煮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温柔。他说什么了吗？哭了。我轻声，但我不确定是为自己还是为小米。他会改变的。他语气不确定。我希望他会。粥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像是给这座房子罩上了一层温热的纱。小米在厨房门口跑来跑去，一会儿拿勺子敲锅，一会儿又用他的小毛巾给爸爸擦汗。他的笑声像银铃般清脆，在这个曾经压抑的空间里回响，竟然显得有些不真实。午饭时，许素兰端坐在餐桌边，神色复杂。他几次想开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直到饭后，小米端着自己画的小画走到他面前：“奶奶，我画了一个家，你看。”他接过画画里的人物，像火柴棍人，但轮廓清晰。爸爸妈妈、小米、爷爷奶奶，还有一只被画歪了的小狗。他的手指在奶奶的身上点了点：“这是我给你画的新裙子。”许素兰的泪又一
刺夺眶而出，他哽咽地抱住小米，小米奶奶错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那一刻连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真诚打动了人，总是在失去边缘才学会如何抓住。晚上小米早早地睡了，他握着我和浩然的手，一边说着梦话一边笑。我们安静地坐在床边，看着他平静的睡颜，心中像被春风吹过暖而湿润。他原谅你了。哈，我轻声说，孩子永远最容易原谅，但大人却最容易错过。他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跃然。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我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我们终于守住了家。这一晚没有梦魇，没有争吵，只有窗外月光安静洒下，像一层薄薄的誓言盖在我们一家三口的心头。第二天清晨，陈静峰主动走到我面前，鞠了一躬。月然爸爸，对不起，你这3年让你太委屈了。我受宠若惊的连忙去扶他爸，别这样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不能。他摇头，声音里带着一种难得的坚定。我做喂，这个家的男主人没有保护好你和小米，是我失职，我眼眶湿润。爸，其实只要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小米健康长大，这些我都不计较了。他点点头，谢谢你愿。是，意留下我心中百感交集。曾经我以为这个家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可如今冰雪开始融化，裂缝正在慢慢被修复。但就在这一切看似平静之时，许素兰却找到了我。月然，我有件事想问你。他眼神复杂。小米的出生那天，你有没有觉得奇怪？我一震，心头陡然一紧。你是什么意思？他低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的泛黄的纸条，这是3年前医院开的临时接生记录。我当时去看你，护士走错了，病房把2个婴儿弄混了，空气瞬间冷却。我愣愣地看着他，你说什么？我不是说小米不是你的。他声音颤抖，而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孩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你怀胎10月生下的。那个我盯着那张泛黄的纸条，指尖冰凉，仿佛从指缝间划过的不只是纸张，而是一场即将崩塌的现实。那是一张医院临时开具的接生记录，上面有潦草的手写字迹，日期正是小米出生的那天。可最让我心悸的不是这只本身，而是许素兰的眼神，一种隐忍已久却又惶然不安的眼神。你什么意思？我努力让自己声音平稳，却压不住微微颤抖。我不是说他不是你的，他再次强调，只是那天你昏迷的很久，医生说婴儿送去做了例行观察，几个小时后才推回来。护士后来悄悄跟我说，他可能走错了病房。我当时没敢告诉你，觉得医院不会出错。我深吸一口气，只觉得胸腔像被堵住了，一呼一吸都沉重无比。你为什么现在才说？我也以为是我想多了。他眼眶是啊泛红，直到那天吃饭时，我看到小米画的那张画，他画你，画浩然，画爷爷奶奶。可是你记得吗？他从没提起自己出生那天的事情，他才3岁，他不可能记得的。我几乎是吼出来。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性格太特别了，太成熟，太懂事，太不像普通的孩子。我怔住了。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小米敏感、安静、聪明的令人心疼。他似乎总能提前察觉大人的情绪，总能在别人情绪崩溃前悄无声息地递上安慰，但我从未觉得这有哪里不对。我没有证据。许素兰的声音低下去，我只是突然觉得，如果那天真的报错了呢？够了。陈浩然的声音从客厅传来，他站在我们身后，不知何时已经听完了全部对话。妈，你这是在制造恐慌。我是怕万一。他转身看向他，眼神里混杂着母亲的担忧与女人的愧疚。如果我们错过了那唯一一次确认的机会，以后后悔都来不及。我咬着唇，手指已经攥沉。全屋里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沉寂，连外头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都被放大的清晰可闻。小米从楼上下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图画书，笑嘻嘻地喊爸爸妈妈。我给你们画了新的画，想看吗？我回头看着他，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拽紧。那个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那个在我血液里流动的名字，如今竟然被也许报错了，掀起惊涛骇浪。我蹲下身子，接过他的画纸，上画的是一片田野，有阳光，有小兔子，有我们3个人拉着手。他指着那只兔子，这是我小米兔。我点头努力笑着说，妈妈最喜欢这只小米兔。那奶奶呢？他回头看了看许素兰，许素兰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是轻声道，奶奶也喜欢你。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
睡不着，脑海里全是3年前的画面生产。那天的确混乱不堪，医院临时改建，产房换了几次护士，来来回回。小米出生后，我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了5个小时，等我醒来时，孩子已经裹在襁褓中放在我身边。我从未怀疑过他的来历，因为那一刻我对他的爱已经超过了任何理智。你睡不着？浩然轻声问我，转头看着他，眼神复杂。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小米真的不是我们亲生的，你还会像现在一样爱他吗？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慢慢说道，我不在意血缘，我在意的是他是我们一起带大的孩子，是我亲手教他走路，牵着他过马路，哄他入睡。他叫我爸爸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的孩子。我眼眶一热，可你妈不会这么想他。是他，我是我，他坚定地说。我闭上眼睛，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这段关系经历了太多风浪，如今好不容易迎来阳光，却又再起疑云。第2天清晨，我带小米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我决定去一趟医院，想要找出那天的接生护士，即使只有一丝可能，我也想亲口确认。但接待台告诉我，那位护士早在2年前就调去了外地分院。我请他们帮忙查了他的联系方式，留了电话。当天下午，我终于接到那个号码的回电电话，那头传来熟悉又遥远的声音，你是3年前那个说公产的妈妈。是的，我努力让语气不显急促。我想确认一件事，那天孩子出生后，有没有可能送错病房？对方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其实我也一直记得那天的混乱。我们那天收了2个早产，名字很相似，一个是程月然，一个是周月玲。我浑身一震，你说什么？我后来有点怀疑记录本上字迹太潦草，我担心自己弄错过他，像是终于卸下心事。我一直想联系你们，但没找到方式。我几乎站不稳，靠在墙上，呼吸变得困难。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浩然，他听完后没有说话，只是抱住我，像抱着一个风中摇曳的生命体，轻声道，我们要不要做一次产后身份确认？我点头，声音沙哑，即使是为了小米，我们也必须知道真相。医院的长廊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白色灯光照在光滑的地面上，反射出几近刺眼的冷意。我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双手握在一起，掌心早已被指甲掐出一道道红印。陈浩然坐在我身旁，一言不发，安静的像一块岩石，但我知道他内心的波涛远比我平静的表面来的汹涌。产后身份确认并不复杂，只需要我们的血样和小米的毛发，便能重新验证他的出生记录是否匹配。但越简单的程序，越像是一场无声的审判。医生走过来，礼貌而低声地说，样本已采集，预计3天后出结果。我点点头，心中却有一股从未有过的忐忑和空洞。那不是怀疑，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失重感，仿佛脚下的土地正慢慢裂开。一旦结果不是我所相信的，那我又该如何站稳？回到家，小米正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他的小本子，涂涂画画。许素兰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递上一杯温水。小米，别画太久，眼睛会累。我在画太阳，他头也不抬，声音软糯，今天妈妈不开心，我要画个大大的太阳给她。我的心像被一只温热的小手轻轻捧住，又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痛却温柔。我走过去，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谢谢你，我的小太阳妈妈，你是不是感冒了？她歪着头，眼睛里装满了认真，你眼睛红红的。我勉强笑了笑，是啊，有点累。他点点头，从背后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小纸条递给我，这是我给你写的信，你只能晚上一个人看的时候打开。我接过来，手却微微发颤，他的信像一把钥匙，轻易撬开我竭力紧闭的情绪之门。晚上小米早早入睡，我在他床边坐了好一会儿，才回到房间，将那张纸条打开，上面是他歪歪扭扭写的几个字，妈妈不要难过，小米会一直在你身边，我们是手牵手的家，永远不分开。字迹稚嫩，却比任何签字都更重，我的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一片模糊，却也晕开了心底最深的爱意。无论他是谁，无论那张报告最终写着什么，他都是我的孩子。这3天仿佛过了3年，我努力维持生活的节奏，送小米上学，准备饭菜，与浩然说笑，仿佛一切如常。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个夜晚我都在梦里反复经历一场叫做失去的噩梦。终于第3天下午，医院来电，
通知我们领取结果。陈浩然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不在家看，也不在医院看，我们去海边。我愣了愣，为什么是海边？因为无论结果是什么，我都希望他是在自由的地方被接受。他说这句话时，眼里没有恐惧，只有坦然。于是我们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那片曾经一起看日出的海滩，沙子依旧温热，海风依旧带着咸味，仿佛时间从未改变过什么，只有我们变了。他将信封递给我，我却迟迟不敢拆开手指贴在封口，能感受到里头薄薄一张纸的温度，却仿佛压着整个宇宙的重量。我陪你一起看它，牵起我的手。我深吸一口气，终于颤抖着撕开封口，阳光在纸面跳跃，字迹渐渐清晰。产后身份验证结果，一致婴儿为程月。舒然女士所生身份无误，我怔住，脑子一片空白，接着泪水像潮水般涌出，几乎无法呼吸。是他，是我们的我，捧着那张纸，像捧着全世界，浩然轻轻拥入我声音。哽咽，我从没怀疑过，但听到你亲口说出来，还是觉得像梦一样。海风拂过我们的脸颊，带走了这3年来所有的猜疑，所有的伤痛。你想告诉妈妈？他问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不急，让我先回去抱抱小米。当晚我们回到家，小米正在客厅堆积木。他看到我时立刻跑来，兴奋地说：妈妈，你回来了，你看我搭了新陈宝。我蹲下身子抱住他，小声说：妈妈很想你，我也想你。他用小手拍了拍我的背，你哭了？我点头，妈妈是太开心了，那我们去吃冰淇淋好不好？他歪着头笑的像只狐狸，你说过开心的时候可以奖励1口冰淇淋。好，我摸了摸他的脸，今天奖励你2口。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坐在书房，打开电脑，把那份报告扫描存当我的目光落在文件名上，那串冷冰冰的字符终于不再是一道需要翻阅的山，而是我给自己、给女儿、给这个家一个坚定的答案。可就在我关闭电脑准备上楼时，门铃突然响了。我愣住，这么晚了，会是谁？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陌生女人，30多岁长相，清秀眼神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温柔。她轻声问：请问您是程月然女士吗？我点头，心中忽然泛起不明的涟漪。她递出一张褪色的婴儿照片，声音几乎细若蚊蝇。3年前我也在那家医院产房，就在你隔壁。我叫周月玲。夜风拂动门帘，客厅的灯光映出她的脸，清秀却带着疲惫与哀愁。她手中的那张照片已经有些泛黄，照片中是个刚出生的婴儿，皮肤皱巴巴裹在医院标配的蓝色毛巾里，睁着一双不安分的大眼睛。我看着她，不知为何胸口一紧。你说你叫周月玲？她点点头，声音轻的仿佛一碰就碎。3年前我在那家医院生产，和你同一天同一层护士说你姓程，我姓周。那几天病房人多，名字像我，总觉得可能出过什么错。照片在我手中微微颤抖，我看着婴儿脸上的神情，那种难以言喻的陌生感，像极了多日前我看着自己女儿时心中那一闪而过却被我刻意忽略的悸动。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她低头，眼神有些逃避。我其实来过，但你家人不让我进门，说你不在。我想过放弃，可后来看到新闻里说产后婴儿调换的案例，我不敢再沉默，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你想说什么？我只是想确认我不是来抢孩子的。他连忙解释，语气带着颤抖。那天我的孩子也被送走，观察了几个小时，回来时他安静的出奇，不像他现在这么暴躁。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护士送错了。这一刻我的大脑轰然一震，那些被我硬生生压下去的记忆全都汹涌而至。护士低头推着婴儿床走进病房，轻声唤了句陈女士。当时我还在半昏迷中，只听到名字的一半就点了头。周月玲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毛线娃娃递到我面前，这是我进产房前带进去的安抚玩偶。我记得很清楚，我女儿出生那天，医院用它安抚她入睡，可出院时那个娃娃不见了。我瞪大了眼，那只毛线娃娃我在小米的玩具箱里见过，只以为是当年医院送的，我甚至还缝过她一只断掉的胳膊。你确定那娃娃是你的？我喉咙发紧，她点头，眼圈通红，我亲手织的，底下有个刺绣的铃子。我冲进小米房间，打开她的玩具栏，把那只玩偶翻了出来。果然在它的底部用淡粉色丝线绣着一个小小的铃子，细小到几乎不被察觉。我顿时感觉天旋地
转手里的玩偶仿佛变成了一把刀，一寸寸割开我一直以来小心维系的信念。我不是来抢他的。周月玲站在我身后低声说，我只是想知道我的亲生孩子到底在哪？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敲击在我心头。我缓缓转过身，看着他眼里那份说不清是乞求还是恐惧的情绪。你见过小米吗？他摇头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们，在超市，在学校门口，我远远看过他几次。他真的很可爱，很懂事。你知道，他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哪怕护士送错了，哪怕他不是你的血脉，他也早就是我的命。我知道他的声音颤抖，所以我才怕我一开口就毁掉你们所有人的幸福。可你还是来了。我苦笑。他低头，我不是母亲，我不配。我望着窗外无声飘落的夜色，心中一团乱麻。到底什么才是血缘，什么才是母爱？我可以接受小米不是我的女儿吗？我不行。那他可以接受他养的孩子另有其母吗？恐怕也不行。陈浩然这时走进来，看清眼前的情形时愣住我，将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他，声音一字一句如刀割般清晰。他皱眉看向周月玲，你有证据吗？他递出一张医院记录复印件，是当年他的接生资料，上面写着婴儿由护士张某接送至新生儿观察室，而小米的记录上也是这位张护士接送。你找到他了吗？浩然问他。点头。他已经辞职，电话换了，但我通过朋友联系到她丈夫，他承认当年有过一次记录笔误。所以你现在想做什么？我问他。沉默片刻，我想知道小米愿不愿意认识我。这句话让我心口一紧，不是抢夺，不是控诉，而是试探。他在试探我的底线，还是试探命运的温柔？我没有回答。那晚我一夜未眠，抱着小米轻轻哄她入睡，却也一遍遍看着她的脸，那双眼睛是不是也曾出现在另一个陌生的女人脸上？第二天早上，我将她送到幼儿园，她在门口回头朝我挥手，妈妈，晚上你早点来接我哦。我点点头，眼角泛湿。回到家，周月玲还在，她坐在餐桌边，像是等待一场宣判。我递给她一杯温水声，阴轻的几乎听不见。你可以见他，但只是一次悄悄的，不要告诉他身份。他的眼神瞬间亮了，仿佛被黑夜困住多日的人突然看见一道光。谢谢你。他的声音哽咽。我不会越界的，我只是想看他笑一笑。你得答应我，不许打扰他生活，我发誓。那天下午，小米如往常一样从幼儿园出来，牵着老师的手。他看到站在门口的我和另一个陌生阿姨时，只是愣了一下，然后甜甜的笑着打招呼。妈妈，这是谁呀？我蹲下摸着她的头，是妈妈以前的朋友，她今天路过，想请你吃一个小蛋糕好吗？可以呀。她兴奋地跳起来，我要草莓味的蛋糕。店里小米坐在窗边咬着蛋糕，脸颊鼓鼓的，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周月玲。阿姨你也吃呀？周月林一瞬间哽咽，好，阿姨也吃。她看着小米的笑容，眼中浮起一种压抑已久的柔软，那种属于母亲最本能的疼爱。我在对面看着她，也终于明白，不是血液连接我们，而是时间和选择。但故事似乎远未结束。吃完蛋糕，小米在厕所门口等我，忽然拉住我的手，小声说，妈妈，我觉得那个阿姨眼睛看我的样子好像跟你看我一样。我心中猛地一震，手指冰凉，夜色悄然落下，窗外的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如同尘世无声的心跳。我抱着小米走在回家的路上，她靠在我肩膀上，睫毛颤动着，像蝴蝶轻拍的翅膀。她已经累了，却还轻声问妈妈，那个阿姨是不是很孤单？我顿了顿，轻轻点头，是啊，她有点孤单，那她也需要一个家。妈，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太沉重，超出了一个3岁孩子的世界，却也道破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裂缝。回到家，陈浩然正等在客厅，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沉静。他伸手接过小米，轻声说，他今天看上去很开心。是啊，我点头，但他也很敏感。你想好了？他看着我，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向窗边，望着夜色中隐若现的远山，3年来的风雨一幕幕在我脑海回放，每一次失望、争吵、流泪，最终都化作今日的从容。我不怕，他不是我的血缘，我转身，我只怕他被拉入我们之间的拉锯，成为一场真相下的受害者。他走过来，轻轻揽住我肩膀，他不会因为我们都爱他。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医院的走廊尽头有2个婴儿，
并排躺着，身上盖着一模一样的毛巾，他们哭声一样，眼神一样，甚至连小手都在同时张开，然后他们被不同的人抱走，走向不同的命运轨迹。醒来时窗外已是晨曦微露，我坐起身，望着身旁熟睡的孩子，心中泛起一种决然的清明。那天我约周月玲见面，我们带着各自的资料来到医院，重新申请了一次双边比对的 DNA 验证。这不是怀疑，而是一种释怀。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需要一个终点样本送检后，我和他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他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孩子，一个笑得灿烂的小女孩，和小米年纪相仿。她叫周安安，是我现在的女儿。她望着我，不是亲生的，是我领养的。2年前我在福利院工作，她每天找我喊妈妈，我就真的做了她的妈妈。我心头一震，看着照片上那个小女孩，那种熟悉的眼神，又陌生又温暖。你不是来找回什么的，对吧？我终于问出口。他点点头，我只是来补上一块遗失的拼图血缘，让我知道他从哪儿来。大爱告诉我该往哪儿去。3天后，我们收到了结果，检测结论，陈小米为陈月然女士，生育子女，无调换记录，身份一致。我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报告，而是递给他。他看完后沉默很久，然后轻轻笑了。原来我一直错了。我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他的。你不恨我吗？他轻声问我，摇头。你只是想确认一个爱了3年的梦有没有起点，而我只想守住这个梦的归宿。他哭了，泪水打湿指尖。你还会让我见他吗？他问。会，我点头，但不是作为另一个妈妈，而是一个特别的朋友。他点点头，脸上有了轻松的笑。那天傍晚，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了公园，安安拉着小米树的手，两人一见如故，在草地上追逐，笑声划破夕阳的余晖。我们站在远处，像2个守望者，见证着他们的纯粹。妈妈，他是我朋友吗？小米跑过来问。是啊，我蹲下身轻轻摸着他的脸。是你永远的朋友。那我们能一起长大吗？我含着泪笑着点头，当然可以。风吹过，吹起他的发梢，也吹散了那些年我们心中的沉重。是和不安，过去的错误或许无从弥补，但未来的路是我们一起选择的。晚上睡前，小米趴在我耳边悄悄说，妈妈，我觉得今天的太阳比平时都要大。为什么？因为我笑得比平时多。我搂紧他，轻声回应，那你以后每天都笑这么多好不好？好。他打了个呵欠，闭上眼睛。那你也要一直陪我哦。我会。我在心里默默答应。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这一夜我们睡得格外安稳。窗外月色清凉，像是一种温柔的约定，悄悄落在每一个角落。而我知道这个家的故事也终于在悄无声息中圆满落幕。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来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京城富豪陆晋川葬在后院的金丝雀自己打开笼子飞了，我揣着巨款和运度成功在桃兴机场落地。本想着可以靠自己在北国风光中养大2个孩子，没想到这2个不省心的小家伙远隔万水千山也能把亲爹给勾过来。面对我的狡辩，陆晋川直接把亲子鉴定拍在我脸上，还在这儿跟我编瞎话，蒙谁呀？参加工作那年刚入职成为公司小文秘的我，遇到了刚入职成为公司董事长的陆晋川。我面试那天，他脑子抽风，亲自面试新员工，结果阴差阳错，我和他达成了协议，成了他养在后院的金丝雀。我实在是太缺钱了，跟他签订协议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45块钱，而最便宜的小旅店也要51万。于是我就在他的后院一住就是4年，我们2个也差不多挑灯夜战了4年。他的体力好到曾让我一度恐惧，在他这头牛累死之前，我这块地会不会被耕坏4年的鏖战，让我们2个在经年累月的切磋中培养出了无与伦比的默契，甚至默契到我们彼此都忘记了金丝雀和豢养者的身份，也忽略了当初协议的内容。有时他会满脸疲惫，咬牙切齿地跟我痛斥公司里某个缺德带冒烟的股东，暗地里给他下绊子。有时我也会耍小性子刁难他，给他出一点难题。他不喜欢那种言听计从的小白兔，也不喜欢那种充满了叛逆想法的小狐狸。我居于这2者之间，
恰恰符合了他的所有要求，这样平静却隐匿的日子一直维持了4年，直到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当初签订的协议里的那些内容。我的大姨妈一向来得很准时，但是这次却迟迟没有登门。我扶至心灵车里逛街时买了试纸，躲在卫生间偷偷确认了一下，2道杠果然中奖了，我把验孕棒仔细用纸包好，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我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上，就先确定了一件事，我大概要开始准备逃跑计划了。我和陆晋川的协议里明文规定，如果出现怀孕情况，孩子必须拿掉，但是这个小东西冥冥之中来投奔我，我不可抑制的想要把小家伙留下来。我爹妈走得早，我太想要一个和自己有血脉关联的家人了。旁边的手机响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老陆，我单手提裤子，空出另一只手拿起手机，按下接听键为电话。对面响起一个有些沮丧的声音，我要出国1周下午的飞机，晚上不能回去了。他沮丧的原因我很清楚，因为上午我刚给他发了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我新买的战衣一套低领，是口大露背的心机真丝睡裙，是他陪我一起过生日的回礼。本来打算今晚投入使用的，那你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也不回来，取了公司里有出差用的备用品，我就不回去取了。我尽量让我的声音维持正常的语气。那你出门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当电话挂断前，我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晋川坑有。是吗？没事，就是做了个梦。什么梦？梦见一个小宝宝。电话对面一段短暂的沉默后传来他听不出情绪的声音，别胡思乱想。挂断电话，我紧紧攥着手机看，像镜子里的自己，姣好的面容和漂亮的身段，皮肤光滑细腻，一头黑色长发好像绸缎一般顺滑，就像一只金丝雀。是啊，我跟他只是契约关系，我又不是我豪门的陆太太，见不得光的金丝雀，在消想些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呢？我不再抱有任何的妄想，趁着他去国外出差这段时间，我赶紧开始着手为逃跑计划做准备。这几年我的卡里已经攒下了将近8位数的存款，足够我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当个小富婆。为了以防万一，我又把这些年陆晋川给我买的名牌包和一些限量款首饰和配饰分批送到奢侈品回收店。短短3天，我卡里的资产又增加了1多半，已经超过了8位数，万事俱备，是时候展现逃跑的技术了。我先给别墅里的所有佣人都放了假，为了制造一种我没打算离开的假象，我还特意叮嘱做饭的阿姨第2天来上班前去市场买我最爱吃得力。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晴朗午后，我拖了一个只装了几件衣服的轻便行李箱离开了这栋我住了4年的别墅。临走时，我留下一封信，又鬼使神差的把那套心机睡裙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站在别墅的门口，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栋银灰色的笼子，眼里没来由的落下一滴泪。再见了，老陆。10月末，东北的夜晚已经透出了一丝凛冽。我走出候机大厅时，接机的赵雅早已等候多时，看我拎着行李箱出来，她隔着老远兴奋地朝我挥手：“你个败家娘们，这都好几年没联系我了，你死哪儿去了？”她习惯性的要上前给我一个熊抱，却被我用手指顶住额头：“身上有货，你加点小心。”他的目光落在我尚且平坦的肚子上，眼中闪出惊喜的目光。我靠，你有了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孩子？他爹呢？我摆摆手，我戒得重，以后你就是孩子的爹了。赵雅是我大学时最好的闺蜜，纯东北老妈。自从我跟了陆晋川，我就自动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为了保密，也为了面子，父母早就不在了，其他的亲戚我也都断了联系，回老家没有意义，而且还容易被陆晋川找到抓回去。我选择的是和南方完全背道而驰的东北，主打一个声东击西，而且东北物价低，生活节奏慢，夏天温度还不高，正适合我带着孩子过隐居生活。于是我就拖家带口的跑到了东北，打算在黑土地上落地生根，安安稳稳的度过余生第2年。8月产房，甩子龙凤胎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这种买一送一的风格一点也不像陆晋川。赵雅看着婴儿床里2个皱巴巴的小家伙，五官都挤到了一起。
这俩小玩意儿也太磕碜了。刚接受完剖腹产的我有气无力地瞥了他一眼，要带你就好好带不带滚犊子。他顺手把麻药的开关给我闭了，疼死你，整个吓他除了让护士给我换药，就一直坐在婴儿床旁边看着两个小家伙发呆。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你居然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了，跟做梦似的。我出神的望着洁白的天花板，我也没想到暗暗这俩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男孩叫林川，女孩叫林静。我说这话的时候，脑海又不自觉地浮现出陆静川的脸来。我知道这件事我做的不对，不论是从契约精神来说，还是从道义上来讲，我都是不占理的。孩子的名字把你带上，你就别怪我了。我在心里悄悄跟他说，抱歉。看着在婴儿床里呼呼大睡的一对兄妹，我的眼里蒙上一层水汽。我有家人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是孑然一身了。林川和林静上幼儿园那年，在财经频道的新闻里再次见到了陆静川。彼时他的公司刚和美国一家制药龙头签订了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他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扎着一丝不苟的领带，在无数闪光灯的照耀下，一丝不苟地接受着记者们的采访。赵静盘腿坐在沙发上，嘴里叼着一只小龙虾，做得满嘴流油。他指着电视里的陆静说，川安，你发没发现小川和小静跟这哥们儿长得有点连像啊？我眼角激烈的一跳，是吗？没瞅出来。赵静没再搭话，低头继续跟小龙虾较劲。对他来说，小龙虾的魅力确实要比陆静川大得多。电视里的采访结束，陆静川礼貌地跟记者们挥手示意，我的心好像突然被人一把给攥紧了，心脏里的血液仿佛被人抽空，又被震惊和难以置信填满。画面里一个廉价的手串箍在他的手腕上，紧贴着我帮他选的那块江诗丹顿廉价的手串和昂贵的手表形成鲜明的对比，怎么看怎么不搭嘎。那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第2年，我亲手给他串的转运手串。他收到礼物时也只是淡淡的一瞥，然后就把装着手串的盒子随意的放进了抽屉里。但现在本来应该躺在他书房抽屉里的手串，却被他戴在了手腕上，堂而皇之的跟着他的主人出现在这种正式的场合。他不是说那东西太幼稚，看起来像小孩过家家时代的玩具吗？那现在又是什么情况？骗子兄妹俩。5岁时，我在幼儿园附近开了一家手工蛋糕店，专卖那种小型的杯子蛋糕。我不缺钱，但是我想让自己忙起来，因为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手机浏览器推送的新闻全部都是财经热点和财经新闻，而且陆静川3个字的出现频率也越来越高。大数据真他妈狗。为了让自己不再乱想，我不得不给自己找一个事。做蛋糕店也算是勉强圆了2个孩子蛋糕自由的梦想，毕竟现在的条件也开不起查理的巧克力工厂，而且把店开在幼儿园附近也更方便我接送2个孩子。放学了，小静拽着小川兴奋地朝我跑过来。妈妈，小静的脾气随我有点咋咋呼呼的，小川子正好相反，跟他爹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冷静的可怕。有时抽冷子一句话能直接怼死你，唯一能让他原形是毕露的除了妹妹就是我这个老母亲，连她干爸赵雅都做不到。小静扑在我怀里撒娇，妈妈我老想你了。我把她搂在怀里，从她的手里接过一张纸。啥呀？这是小川站在妹妹身后补充，幼儿园结业旅行家长通知书，老师叫我们拿回家给家长看。蛋糕店里，小静风卷残云的吃小蛋糕，吃着自己的还不忘伸手扣走他哥蛋糕上的草莓尖尖。小川满脸嫌弃地看着自己的妹妹，甩开腮帮子跟蛋糕较劲，最后把自己缺了草莓尖尖的小蛋糕推到了妹妹面前。囊词包撑死你！我坐在他俩旁边，抓着那份通知书，仔细地看幼儿园暑期夏令营进京4天3夜游，自愿参加。小川和小静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个晚上，这一下子就让他们俩离开我身边4天。说实话，我有点担心。晚上睡觉时，我问2个小朋友想去夏令营吗？小静先开口，妈妈我想去，就是有点害怕。上噗的小川探下一个小脑袋，我陪你一起去。小静的眼睛弯成一道月牙，哥哥要是陪我去我就不怕了。这件事居然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只有老母亲一个头
人感觉很失落，两个孩子前脚跟着老师上课，车我后脚就关了店门，蛋糕店歇业了4天，因为店主无心经营，每天神经质的坐在家里不停地刷着幼儿园群里的消息，连饭也顾不上，吃赵雅把一块披萨塞进我嘴里，后者机械的咀嚼吞咽打嗝。你说他俩将来要是结婚了，到那时候你可咋整？我费力的把头从手机里拔出来，你说啥我没听清。他把一块披萨边塞进我嘴里，没事吃吧，难熬的4天终于过去了。我提前开车去幼儿园门口接孩子赵雅，在电话里叹气，宝贝，没有哪个傻子会提前4个小时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我反驳，烧你家汽油了，天空不作美，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幼儿园的客车出现在视野里时，我已经拿着雨伞等在路边了，把2个娃弄上车。我回头问说，小妈妈没有？小棉袄凑上来，在我脸上吧唧亲了一口。妈妈，我老想你了。小棉袄旁边的皮夹克没说话，只是用力点点头。我报复性的把他的头发揉成一个鸡窝。回家路上，小静坐在后面，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夏令营里好玩的事情。我一边开车一边静静地听着，偶尔跟他互动2句。对了，妈妈，我们还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叔叔，他对我和哥哥可好了，还给我和哥哥都买了礼物。说着，他扯着衣服让我看他胸前别着的那枚胸针，一枚卡地罗的红色配钻胸针。我压下心头的疑惑，伸手把他的头按回座位。妈妈，开车呢，你乖乖坐好，回到家。小川乖从口袋里掏出了另一枚蓝色胸针，同样的做工和品牌，只不过小川这款胸针的做工偏粗犷风格，不同于小静那枚红色胸针的精致华丽。但明显2款胸针是同一个系列的，哪个好心叔叔会平白无故的送给素未谋面的小孩子价值好几万的礼物？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们，不能随便说陌生人的东西？妈妈，可那个叔叔说他认识你。小川点头，他还说你们以前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窗外的雨帘中亮起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心里某个熄灯的空间。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人的名字，陆静川。这要强怎么可能？怎么跟3流小说的剧情一样这么狗血？那你们知道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吗？小静抢答陆叔叔，说他姓陆。小川补充陆静川，该死，果然狗血，我暗叫。糟糕，抓起衣架上的衣服就往身上套，穿衣服。快，今天咱们去你干妈家住。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了，陆静川很有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得赶紧带着2个孩子撤呼，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不当面确认事实，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天知道这2个小祖宗怎么出去玩了，汤就把自己亲爹给勾过来了。看着2个正在穿衣服的孩子，我发现我的手都在无法抑制的颤抖。我绝不能让他把小川和小静从我身边夺走。简单收拾了日常的用品，我抓着兜子领着2个孩子就朝外走。门刚推开，我就看到走廊里一身灰色西装的陆静川站在我家门口。他受了点胡茬也密了，看来是这2天没怎么打理，肩膀和头发湿了一片，明显是下雨没打伞。跟踪过来的他的脸色阴沉的好像能滴出水来，如果咬牙切齿有力度的话，我现在塞他嘴里一根螺纹钢，估计他都能给嚼烂了。小静抱着我的腿惊喜地叫道，是叔叔，不，我美丽又善良的女儿，那是魔鬼，是你妈千方百计要远离的魔鬼。他把目光落在小静的身上，脸上的阴沉瞬间消失，换上我从未看过的宠溺表情，变脸还挺快。他的声音透着一股压抑，真是好久不见了，还能压抑什么？他现在一定恨不得立马掐死我。小静跑过去抱着他的腿，抬头满脸天真地问，叔叔你怎么来了？他轻轻揉揉小静的头，因为我和你的妈妈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好朋友3个字让我不可抑制地想起了曾经无数个征战不休的夜晚，脸色不由得一红，他的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好朋友不请我进去坐个屁要，不是气力有限，我现在真想一脚踹翻他，抱着2个孩子跑路。等我从这个想法里挣脱出来时，我发现我已经侧过身把他让进了屋里。我这是怎么了？沙发是上，他皱着眉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眼神越来越阴郁。你和2个孩子就住在这间小破屋子里，还有别人吗？富豪就是富豪，140平的3室2厅，在他眼里
也只能算小屋子。我尴尬地冲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小静有点人来疯围着他，叽叽喳喳说。每晚小川端来一杯水，放在他面前，叔叔喝水。陆静川的眼睛明显不够用，一会儿盯着小静，一会儿又看着小川，就差把2个眼珠子抠出来，一个孩子身上沾一个了。我怕他控制不住，伸手抢孩子，连哄带骗的把2个孩子撵回他们自己的房间。客厅里就剩下我和他时，气氛变得越发微妙，空气里的气压都莫名低了许多。半晌他打破沉默，都说女儿随爹，儿子随妈，你是怎么是生的，怎么到你这里就反过来了？我明显底气不足，他们不是你的不等。我说完，他就从内衬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轻轻打开，然后把那张纸直接拍在我脸上，把我剩下的话直接给怼回了胃里。李安安还在这儿跟我编瞎话。梦水，我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差点嘎的一声抽过去。后亲子鉴定事实摆在眼前，只得承认好是你的，都是你的。他一脸这还差不多的表情。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公司团建和他们幼儿园的活动地点在同一个公园？你知道我看到一个缩小版的我从我身边经过时是什么感受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你说小川，废话，我是个男的，如果我小时候长得跟我小静一样就出事了，我不敢吱声了。是长得像也就算了，连那个脾气都跟我一模一样，你说我能不怀疑吗？然后你就带着他们去做了亲子鉴定，我本来也不确定，结果一问才知道，他们一个叫林川，一个叫林静，妈妈叫林安安。我开始只是以为我跟这2个孩子有缘，有什么缘？原来是有血缘。他抓住我的肩膀，眼神好像要吃了我。林安安，你怎么赶得我找了你7年，你知道不知道你老家都快被我派人给翻烂了，你却带着孩子跑到东北来了。我努力想挣脱他的控制，却发现他的手像钳子一样死抓着我。陆先生，你弄疼我了。他死盯着我，跟我回去。我努力挣脱他，回去干什么？接着让你金屋藏娇，当你见不得光的金丝雀。陆先生，咱们当年只是契约关系说好了，其中一方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终止契约。现在咱们2个已经没关系了，门不当户不对，你的家族也不会允许你娶一个无名无望的普通女人，而且我还被你包养过。他有点急了。林安，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丧良心？我被你蒙在鼓里这么多年，直到前2天我才知道我已经有2个这么大的孩子了，你觉得你现在对得起我吗？我错过了他们这么多年，他们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陆静川，按照当初你和我定下的协议，如果我不离开，这2个孩子都没有降生的机会。陆先生，你会让一个没名没分的女人生下你们陆家的后代吗？他一震，伸手把我搂进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背。对不起，安安，我没想到你会怀孕，也没想到你会离开。对不起，久违了7年的怀抱突然让我紧绷的精神放松下来。我躲在他的怀里，小声的啜泣，生怕哭声被孩子们听见。陆静川小声安慰我，浓密胡茬的下巴轻轻挖撒着。我的头发好了，不闹了，跟我回去吧。这句话重新把我拉回了现实。我轻轻推开他，放过我好不好？他脸色极度难看。不好，那天以后，陆静川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和2个孩子的生活里。公司那边的工作他扔不下，于是他就开始两地奔波，3天2头的来看孩子，甚至公然提出要在我家住下的过分要求，并收获了2个小白眼狼的一致赞同。老母亲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感觉，但他终究没能搬进来，因为我现在才是一家之主，拥有1票否决权，而且这个家是君主立宪制。陆静川本来想买下我旁边或者楼下的房子，可惜房主都不差钱，嫌搬家费劲，压根儿没人搭理他。陆静川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金钱无用的感觉，但这难不倒他，最后他用高价买下了我家楼下的那间房子，并且开始频繁的光顾。我家到底是在商界摸爬滚打10几年的商业精英，他只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就成功策反了2个小白眼狼，顺利获得了登堂入室的机会。妈妈，要不你让陆叔叔和我跟哥哥住一个房间吧。叔叔说他可以打地铺。小静奶声奶气的替他跟我求秦小川倒是很直接，我需要一个爸爸，不是你以为爸爸是商场橱窗里的乐高，说买就买蛋糕，店里赵雅的脸像一张大饼一样摊在桌子上，你咋能连我都
瞒着呢，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幽怨，好像深闺怨妇在新婚之夜发现新郎官是东厂的厂长。昨天他打包了烧烤和小龙虾，打算来我家会餐，结果刚一进屋，就发现了穿着居家服的陆静川正半躺在沙发上陪2个孩子看动画片，他吓得夺门而出，然后今天就跑到店里来兴师问罪。大姐，这种事很光彩吗？把一杯柠檬水放在他面前再说，你那嘴松得跟棉裤腰似的，能存住什么事？他挑挑眉没有反驳。那哥们儿真是陆静川，你不是见过了吗？我也是头一次见到。穿着睡衣的陆静川没认出来很正常，我是真没想到。那时候我开玩笑说小川长得像陆大总裁，没成想居然是真的，你居然真的把金圈排的上后的富。好，给睡了。他用吸管拨弄着杯子里的柠檬片，下一步你打算咋办？我叹了口气，反正我是不会交出孩子的抚养权的。赵雅把我的头掰到一边，让我看对面的马路。你还关心这个？我看他是想连你也一起都给吞了。蛋糕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身休闲装的陆静川背着2个卡通小书包，一左一右拉着2个孩子朝这边走过来。他现在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替我去幼儿园接孩子了。用他的话说，孩子的童年没有父亲不完整。你想让别的家长和其他同学说他们是没爸的孩子吗？这种事可是会给孩子留下童年阴影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已经缺席了他们的一部分童年，从今年开始，我绝不会让他们缺少父亲的陪伴。我不允许你因为我们之间的原因造成孩子出现心理裂痕。他是个商人，最拿手的就是在谈判桌上把好处捞进自己的怀里，还偏偏会装的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让你对他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帮他数钱。所以当他拿出谈判的架势来跟我要求孩子的接送权时，我被他驳得丢亏。弃甲只得开城投降，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于是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幼儿园接孩子。别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其实心里早就乐开花了。狗男人真能装。周五陆金川照例去幼儿园接孩子，我在蛋糕店里干活，把做好的面包胚放进烤箱墙上时钟的时针，指向5的时候，陆金川还没带孩子回来。平时放学他偶尔也会带着孩子去周围的商场或者游乐场玩，但都会打电话向我报备。但今天他和孩子确实回来的有点晚了，而且他也没给我打。电话报备，我掏出手机给他拨了过去，手机响了很长时间才接通。你又带他们去哪儿疯去了？怎么还不回来？电话那头的陆静川声音里有一丝慌乱。安妮，先别急，听我说。我感觉身上的血液瞬间凉了，一股不安感让我从头麻到脚底。出什么事儿了？他头一次吞吞吐吐地跟我说话。暗，你听我说真。墨迹陆静川，你他妈快说，孩子到底怎么了？我把孩子弄丢了。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站不稳。我狠狠一口咬在自己的嘴唇上，强迫让自己镇静下来。孩子在什么地方丢的？在南湖公园的游乐场。我不等他说完，挂了电话就冲了出去，连店门都来不及关。一路上我疯了一样开车，连闯了好几个红灯。等我赶到南湖公园的时候，赵雅已经提前到了，和陆静川站在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来了。他目光躲闪，我安排了分公司的人来帮着一起找孩子，我也报警了，社区联防队的人也在帮着一起找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还有哪儿没有找？赵雅攥住我的手，人民公园和地下商场。没找，咱们俩去地下商场。陆总，你去人民公园。他点点头，小心翼翼地看向我。对不起。我就接了个电话，再一回头就发现2个孩子不见了。我狠狠一耳光扇在他脸上。陆静川，小川和小静要是有个3长2短，我他妈就杀了你。1个小时后，我颓然地坐在地下商场门口的台阶上，我死死抓着赵雅的手。怎么办？要是找不到了末半，我把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彻骨的绝望和恐惧在我身边弥漫，随时准备吞噬我。赵阳搂住我，嘴里发生梦呓式的声音：别怕，一定能找着，放心吧，一定能找着。电话响了，我身子一震，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为对面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是林安吗？我是我。这是派出所，你家的俩孩子让他爸找着了，你赶紧过来一趟。我心里一紧，出啥事儿了？这怎么还要去派出所呀？你家老爷们把人给打了，他现在走不了。你
过来一趟吧。派出所里，小川和小静看到我像两个鹌鹑似的低着头，我吓坏了，抓着他们上上下下的检查受伤了吗？有没有？那疼两个人一起摇头，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就断了我一把，将他们俩搂在怀里嚎啕大哭。我还以为你们不要妈妈了，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小静也哭了起来，妈妈，对不起，都怪我乱跑，我下次不敢了。小川搂着我的脖子强忍着没哭出来，哽咽着小声道歉，对不起妈妈，下次我一定不乱跑了。等三个人哭够了赵雅这才拿着湿巾走过来，挨个给我们三个擦脸。你家爷们还在隔壁关着呢，你去瞅一眼吧，我来看孩子等我。来到隔壁后问室，看到的是鼻青脸肿的陆晋川，说话看到肿了一只眼睛，两个鼻孔里堵着手指的陆晋川，我的气一瞬间都烟消云散了。他看我来了，倒是先委屈上了我疼，我掐着他的下巴仔细检查了，是一下确认他只是皮外伤，这才放心，活该。我抬头问面前的警官，不是说他打人了吗？他怎么成这样了，胖胖的？警官叹了口气，开始跟我陈述事件经过来。陆晋川和我们分开后，在人民广场转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两个孩子，就在他打算去其他地方找的时候，他隔着广场舞的人群看到对面的步行街小静和小川被一个老头拉着，正在朝一个黑漆漆的胡同里走。老头不怀好意的笑容和小静梨花带雨的哭容，让他的脑海里一瞬间就浮现出了人贩子三个字。他脑子一热，鲜血上涌，疯了一样追了上去，很没有武德的对着老头的后心就是一拳。本以为可以轻松制服人贩子，结果没想到却碰到了硬茬子。这老爷子年轻时练过武，是人民广场打太极拳和甩九节鞭的领头人，本来应该是拳怕少壮腕，没想到老头比陆晋川还壮，什么刀枪棍棒他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九节鞭柔中带刚，老爷子一身横练功夫做不得伪，当场一边护着俩孩子，一边对这个妄图劫持孩子的宵小重拳出击，还抽空从裤腰里掏出了自己最宝贝的九节鞭。本来拳脚功夫都不是老头的对手，结果对方还掏出了兵刃，一个马步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他的人有危险。只短短2个回合，陆晋川就败下阵来，被老头一个高劈腿直接 KO 倒地不起。这时候2个小家伙才醒过神来，赶紧阻止了这一场乌龙事件。原来2个不省心的小家伙看到了人民广场的大屏幕在放动画片，2个人就连招呼都没打，撇下了自己的亲爹，手拉手跑到了旁边的人民广场的大屏幕前看画片。等动画片看完，2个孩子才发现找不到大人了，小静当场就吓哭了，还是旁边锻炼的九节鞭。大爷看到孩子哭跟前又没有大人，这才好心的领着2个孩子去派出所报案。至于那个黑漆漆的胡同，其实就是派出所的所在地，只不过今天晚上胡同口的灯泡坏了，所以才让救子心切的陆晋川产生了错觉，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陆晋川被耄耋老人反杀的误会。于是鼻青脸肿的陆晋川向老大爷诚恳道歉之后，双方签了调解协议书。看着面前施瓦辛格一样的彪悍大爷，我们2个的心拔凉拔凉的。陆晋川还真是命大，要是换个体质差一点的，恐怕这个时候已经在奈何桥上拿着号等着孟婆叫号喝汤了。老爷子拍了拍陆晋川的肩膀，小伙子不行，要加强身体锻炼啊。我在旁边一个劲的鞠躬道歉，表示一定会赔偿大爷的医药费和损失。老头笑呵呵的摆手，没事儿，丫头，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对象吧。大爷，我有医保。从派出所出来，我领着2个惹事精和1个伤员回到家，折腾了一晚上，我赶猪一样把2个孩子撵去睡觉，这才找出药箱给陆晋川上药。他全程不敢跟我对视，就连上药时的灼痛也咬牙挺着完美诠释。什么叫沉默是金？我直直地盯着他，他实在躲不过我毒辣的目光，被迫和我对视半晌。他轻声说，对不起。我站起身把他搂进怀里，对不起，今天我太着急了。他的手试探的缓慢地抱住我的腰，下次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用手落着他的头发，没事了，我不怪你，真的。他抬头认真地看着我，你真的不怪我？那我想今天跟你一起睡。我给你脸话说道。
半我就被他充满侵略性的嘴唇给堵了回去，温热的鼻息扑打在我脸上，让我浑身发软。陆静川沙哑的声音好像催命符一样，安安，我好想你。第二天大早，小川和小静敲响我房门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旁边陆静川一只胳膊还紧紧地搂在我的腰上。妈的，昨晚城池被攻陷了，直到两个孩子一步三回头地走进幼儿园，我的脸还烧得厉害。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早熟吗？两个冤家看到陆静川从我的房间出来，那一刻脸上的八卦表情就再也藏不住了。我这是养了两个什么玩意儿？当天晚上，陆静川一如既往地穿着睡衣从楼下跑上来，小静打开门直接扎进他怀里。爸爸，他伸手跟小川碰了个拳，然后就任由小静像一只树懒一样挂在他身上。自从昨晚的事之后，这家伙就名正言顺地开始登堂入室。两个孩子从妈妈和这个男人住一个房间这件事上非常有默契地推断出了我和陆静川的关系，毫不犹豫地改了口，抢先一步接受了自己的亲爹。全家唯一不适应的只有我，我觉得好像是一场梦一样，一个金圈排得上号的富豪会不顾各方的阻挠，坚持选择和我在一起。虽然我和他之间有两个孩子的羁绊，但是去母瘤子这种事儿，豪门信该也没少干过纯爱小说里的事情，毕竟做不得真这一点，我还是认知很清晰的。于是我又开始每天晚上把陆静川撵回自己家睡觉，本来指望赵雅能站在我这边，没想到他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了。赵雅在找孩子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冷静的判断力，直接获得了陆静川极大的尊重。陆静川大手一挥，赵雅工作的那家化妆品公司直接就把他给辞了。抱着纸箱子的赵雅还没来得及感叹豪门险恶，就被两个黑西装架上一辆车。等赵雅抱着纸箱子下车时，发现自己站在了陆氏旗下化妆品公司的东北分部，他被带到总经理办公室，直接成为了那间办公室的主人。于是他就变成了陆静川最忠实的门客，3天2头的劝我和陆静川复合。你的理解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个屁！我直接戳穿了他的猪尿泡，他贱兮兮的笑得更狗腿了。没办法，你男人给的实在太多了，果然女人之间没有纯友谊。晚上我在厨房做饭，陆静川跟个幽灵一样飘进厨房，他从后面环住我的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嘴里呼出的热气打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晚上咱们吃什么？我挣脱开了他的狼爪，你去捡碗准备吃饭。他回身打了个响指，两个小白眼，狼屁颠屁颠的跑进厨房，一个抱卓婉，一个抓着筷子出去了。他撑着脖子朝外面喊，儿杂带妹妹去洗手准备吃饭了。说完，他一只手突然不老实的顺着我的领口探了进去，狠狠抓了一把，好像大了点，你这是2次发育了。我心砰砰跳得厉害，真想一刀把他那只爪子给剁了，滚出去。晚上他给两个小祖宗讲了底的潘，说了晚安，递了灯关上门。我坐在沙发上看他不自觉翘起的嘴角，看什么呢？我起身朝卧室走去，没什么，早点回去休息吧。他突然从后面拥住我，一口咬住我的耳垂，我只感觉浑身一软，等回过神来，已经被他横抱着进了卧室。他把我扔在床上，像只饿了好几天的狼一样扑了上来。我用力想要推开他，却只能感觉他越来越近的粗重鼻息。我奋力挣扎起来，你疯了！他像劈掠时的狼一样，一口叼住我的脖子。安安，我想你了。又来了酥麻的感觉涌上我的全身，我极力挣扎不让他有进一步的动作。陆静川，你冷静点。我伸手去抓他的手，却握住了他手腕上一个坚硬的东西。两个人同时停止了动作，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手腕上戴着的那个玛瑙和菩提串成的手串。要不是今天碰到了，我都快忘了这个手串了。你不是说这东西太幼稚，看起来像小孩戴的玩具吗？现在这是什么情况？以前有你，我怕把它弄坏了，所以舍不得带。后来你逃跑了，我身边除了这个东西是你亲手给我做的，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我干脆就一直带着了，就好像你还在我身边一样。现在大概是这东西真的帮我转运了，不光把你找回来了，还有了2个孩子。他看向我的目光破碎而沉静。现在你还愿意要我吗？眼泪立眼角流下来时，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他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背。安安，嫁给我好不好？我没说话，用力的点头。下一秒，他摸着我后背的手啪的一下隔
着睡衣解开了我的内衣带子，答应了就不许反悔。那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这个狗东西。第二天陆静川就把我和孩子接回了家，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把证给领了，生怕我反悔。让我意外的是，对于娶我这件事，整个陆氏的所有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异议。当年他父母早亡，他从亲戚的众郎环四下接管整个陆氏的产业，现在他才是陆氏的当家人，自然没人敢说什么。于是小川有了自己的游戏室和星空顶卧室，小静有了自己的衣帽间和公主房婚礼上，当一身帅气西装的小川和穿着公主裙的小景拉着我的手，把我交到陆静川手里时，坐在台下的赵雅哭成了泪人洞房花烛夜，新郎和新娘默契的哄睡了2个孩子，同时从房间走出来。他抱起我回到卧室，一个久违的法式长吻，差点让我窒息。他紧紧搂着我，好像生怕一松手我就会跑掉彼安安着。说这么多年，你打算怎么补偿我？我在他的唇上轻点一下。你想让我怎么补偿你？他满脸坏笑的打开旁边的衣柜，从里面拿出一套低领口大露背的心机针丝睡裙，正是我当年扔掉那件睡裙的同款宝贝。是时候兑现你的承诺了。